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artin， 欢迎来到我的拉面系列。上一次发了京都旅游的视频，看到大家对里面那碗拉面很感兴趣，那今天我们就来还原一下超浓鸡白汤拉面。这个拉面我在网络上没有找到相关的教程，所以我只能通过最原始的方法买书学习。终于在这里给我找到，但是这里面全部是开店的教程，动不动就要40斤鸡脖子，把我家附近菜市场的鸡全部买回来都凑不够40斤鸡脖，我只能根据自己的厨房经验稍微做一些简化。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日式拉面的构成。一碗面总共包含了面条、汤头、配菜、酱汁和调味油这5个部分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把每一个部分都单独制作出来，然后呢再合并。这是全部的材料清单，大家截图保存。好了，正片开始。我们先来做一些准备工作，把鸡胸肉洗干净，剔除多余的油脂和筋膜。接下来准备一些调味料：1块姜磨成泥，1勺盐，1勺糖，1个小米辣切圈，少许的黑胡椒碎，3大勺日式酱油，加满水搅拌均匀。再把鸡胸肉放进去，加入几根百里香或者迷迭香。等一下，鸡胸肉会有一股若隐若现的香草味，非常的特别。封好保鲜膜，放到冰箱里面腌制24小时以上。第二天你一定要早一点起床，才能保证晚餐吃得上。先准备熬制浓汤的材料，分别是鸡翅、鸡爪和鸡骨头。在这里面，鸡爪负责出胶质，让汤更加粘稠。鸡翅能够让汤底鲜美，而且不会太油。鸡骨头能让汤底的味道更加浓郁。首先将食材全部焯水，全部食材放到一锅冷水里面，开大火煮到沸腾，捞出来用冷水洗干净。这个时候你会发现鸡翅上面有一些鸡毛，鸡爪上面有一些鸡皮，鸡骨头上面有一些残存的内脏，这些都是热心汤主留给你的彩蛋，记得把它们全部处理干净。最后记得给鸡爪做一个美甲，让它变得更加美丽。接下来准备一些配菜，3个土豆，1个洋葱，土豆和洋葱全部都去皮切块。找一个香料袋，把土豆和洋葱放进去，密封好待用。1根大葱切断，1块姜切块，还有1把带皮的蒜头。准备一个大锅，把食材全部都放进去。这里最好用铸铁锅，因为铸铁锅的密封性更好，能够把水蒸气锁住，适合长时间的烹饪。食材摆满之后就加满水，开大火煮到沸腾，撇干净浮沫，盖上盖子，转最小火煮7个小时。煮汤的这段时间，我们可以来处理其他的食材。把腌制好的肉取出来，放到密封袋里面抽真空。这个是耐高温的食品级真空袋，大家注意哦。好了，慢煮鸡调到恒温63度，把鸡胸肉放进去煮1个小时。目前对于鸡胸肉，我没有找到比低温慢煮更加软嫩多汁的烹饪方式，给你们看一看效果。煮好的鸡胸肉非常的 Q 弹。切开的时候可以看到保持了非常多的汁水。没有慢煮鸡的小伙伴可以尝试用电饭锅的保温模式，但一定要控制好温度，不超过65度。另外我们还可以准备一个溏心蛋，溏心蛋的教程在之前有讲过，大家可以去看之前的视频。好了，配菜都准备好，我们来做一个酱汁。准备1块海带，2个干香菇，几块厚切的煎鱼片，还有2个小提鱼干。倒入200毫升的淡口酱油，再加入2勺浓口酱油，加入100毫升的清酒，还有100毫升的味淋，1个蒜头拍裂带皮，还有1片姜，开中火煮到沸腾，沸腾后马上关火，放一边静置6个小时以上。这个酱汁非常的灵魂。等一下的鸡汤我们是不放盐的，所以调味全部都依靠这个酱汁，能够给汤头带来更加浓郁而且深层次的滋味。最后我们来做一个调味油，半个洋葱，还有1把蒜头切碎。蒜末切好之后，先用清水洗一洗，再沥干。接下来准备宽油劝退，
开中火加热，同时把洋葱先放进去，慢慢煮到洋葱开始变黄，就把蒜末倒进来，煮到蒜末变成金黄色，洋葱变成焦褐色就完成了。这里注意要马上放到陶瓷碗里面隔水降温。好了，回来看看我们的高汤，煮了1天了，非常的香。现在呢，我们要把表面的油给它撇干净。这里注意不要下手太狠，等一下油还没有撇干净，汤先给撇干净了。然后关火，把鸡翅、鸡骨还有布袋取出来。先给鸡翅来一个骨肉分离，因为已经煮到软烂，所以轻轻一碰，肉就掉出来。把鸡肉和洋葱、土豆放到料理机里面打成泥，再倒回汤里面。剩下的鸡骨头把它全部敲碎。我们刚刚装土豆的那个袋子可以重复利用，把鸡骨头装进去，然后用毛巾包裹住，找一把锤子使劲的敲，然后再全部回锅继续煮。你们看，这时候的汤头已经呈现出浓稠的效果。开最小火继续煮1个小时。最后呢，用滤网把汤过滤出来，就得到这一锅超浓郁的鸡白汤。你想象一下，刚刚那一大锅材料，最后就剩下这么一小锅，每一滴都是精华，无比鲜甜，一滴入魂。好了，面条我在昨天的视频里面已经交代过了。现在汤头、配菜、酱汁和调味油全部准备就绪，最后就是检验成果的时刻。把煮好的面甩干水分，再往里面先倒入一勺酱汁，然后是汤头。把面条放进来，叠上鸡胸肉和溏心蛋，淋上调味油，撒上做的葱花，最后根据自己的口味加一点辣椒粉。我们辛苦了一整天的成果，超白哦不对，是超浓鸡白汤拉面终于完成。鸡胸肉软嫩 Q 弹，溏心蛋柔滑绵密，吸一口汤面，满嘴的浓郁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满满的幸福感。面条呢很有嚼劲，粘稠的汤汁挂在面条上面，让调味油的香气、汤头的清甜，还有酱汁的鲜美，混合 Q 弹的面条布满整个口腔。直到今天，我终于明白为什么网上没有人做这款拉面，因为实在是太繁琐了。我甚至怀疑我去吃的那家店倒闭，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拉面的成本太高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大家还想看哪一款拉面的还原，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告诉我。我是马蹄，我们下期再见。